Hello，我在送货的路上。今天要分享一点真正的心路历程，关于在大马做生意的体会，两个字，实在我来讲给大家为什么这样来说啊。说起来我今天送货应该差不多要接近第50次了，而之后呢，我就很少送了，应该不怎么会再去送货啦。我们的生意呢是从2024年的3月。开始策划的，从8月上线的，所以到现在干了半年，也送货了半年做呢实际上有将近1年的时间。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在大马呢从连根拔起，40岁从上海过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开始来做，从事的是 F&B， 企业的形态是 small business， 这个是当然甚至于按照大马的标准的商务部门的定义应该算是 micro enterprise。 那我们是如何做的，做的怎么样，为什么说实在是这个体会，难道其他人不实在吗？在大马又应该如何实在呢？如果你是大马人那可以听听看如果你是外国人更好啦，你可以了解像我这样我们这样来创业为什么得出这样的心路历程虽然呢我们的频道是非常个人的主观的，就不一定对，但一定属于真实的自己的那也符合我们的频道使命，就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赶快说回来，说给大家听，实在这个字为什么成立。从2024年4月开始呢，主要是基于王太的一些兴趣，因为在我们群里大家每天都会看到王太会分享自己发明的菜，自己又新煮的一些菜，他有强烈的这样兴趣讲给大家听自己去实践。那为什么就不把这个爱好，这个 passion 让它落地生根，而不是停留在大脑里呢？既然中断了工作，既然到了大马，这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实践，从空想到实践，从原先只是在上班没有机会，到让它变成现实。同时呢，因为我一开始做 YouTube， 到我们开始创业经历了大半年的时间，我们中间的一个环节大家看现在的 playlist 也有就是讲大马的人，我对大马人的各种采访，目前可能也都采访了好几十上百号人了。我就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接触的华人做餐饮的特别多，很多 N&D 呢，他们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几代传下来，他的手艺变成了养活他全家的一个手段。那他对他质量的追求，对品质，选什么料，如何去做都是有自己非常高的要求。比如他们如果料不好，他就会不卖他要煮的过程中呢，也总是一锅这样去煮。我们也经常 challenge 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大批量的去做为什么不出这种新的口味等等，都会跟他们探讨。最让我们感动的其实也是他们的实在，就是他对做的方法，对口味的一种坚持。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所以当我们要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很想把自己对商业的认知，把我们自己的热情能够参与进来。所以我们要平衡的就是2件事情。我们相当于做的是一场商业上的在大马的实践，我们想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既像这里的 N&D 一样，做一个很长时间的品牌，做一个认认真真花时间自己去煮的这种做法全部要用好味好料。好味加好料那就是妈妈菜了，这是妈妈做给我们的，会选最好的东西，会尽自己的力量煮出来。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变成是具有一种 scalability 的，让它还是方便的，小孩子在家自己也能够煮，出差的老公也能煮，生病的人他也可以去照顾好自己。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结合起来？但是呢，又不要走到什么另外一个极端，像我们见过的很多中国的我们那个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产品，在中国很多这样的甚至于大家讲到懒人包这个都会皱眉头，有一些介意，因为它走到了另外一个不好的极端，加了很多的 chemical，
或者用中国的话来说啊，叫科技很活吧。有没有可能这样，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好味好料，还要好方便，就是我们现在的口号。所以这就开启了我们这样的一场大型的实验。刚才就我们怎样去做啊，我讲到了实在，就是我们做事情的启发，做事情的初心和原点，就是看到大马人，尤其是做餐饮的这么多人，他们做事的实在，我们很想把这种精神给继承下来。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中，我们的工艺之中，我们就不得不避开像油炸又不健康又需要现做的，或者像海南鸡你需要做完很快把它给吃掉的，我们选了像卤味啊、照烧啊这些是可以保存，我们把它做成真空以后又能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的来提供给大家，来达到我们的这个目的，就我讲的在有 scalability 和好味好料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一种我们的实在。那同时我们的用料做的方法，我现在一想啊，不单单是现在出的腰豆啊，不单单像用我们 sous vide 疏肥的方法做的三文鱼啊，那么我们卤的鸡腿都有一个特点，就它是经由时间的，真的是要有比较长时间的去制作，要去烹饪，而不是投机取巧的很快的，或者借由一些调味包，借由一些现成的那种化学物品各种各样的化学物品，或者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其实中国的科技狠活已经非常发达，你想要什么味道，你想要什么形态，就往里加那你吃到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 chemical 的集成，加完以后就好了。有没有可能就是花下这个时间？我觉得我们做到了，而且呢它是有回报的，就这个在工艺和制作上的实在。我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就我们的 helper， 他在我们餐厅在1楼嘛，他还没到，在楼下的隔壁，你就说他没走到楼下，还没上楼，差那么远，他已经知道我们楼上最里边的厨房传出的那些各种调味料，我们的香料都是真材实料的，很贵的这些在煮的时候的香味他说哇，在楼下就闻到，我自己也很多次去厨房的时候就可以闻到这是一个实在和它的回报。我想讲第二个实在呢，就跟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有关系，就是自己送货。其实一开始很多人不解，他会觉得哎呦，你们为什么要自己送货呢？这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会觉得自己送货费时又很劳累我记得确实刚开始送的时候哇，各种错漏百出你好不容易从最下面在雪州的像沙登这个区域送完一单，跑去了像满家乐这么远吉隆坡的西北，突然发现前面一个客人送错了，然后跟别人打招呼对不起，送优惠券，再一路再赶回去，这样2个小时就没有了。也有晚上6、7点塞车在路上也有刚送到第一家的门口，天降大雨，我还在车后面取货，浑身被淋的这个雨都人在发抖，哇，那时候很悲哀，感觉很难受或者有客人有时候会有抱怨，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有在路上颠簸，那个塑料盒会破，哎呀，那对不起别人，要重新去送等等，哇，这个事情太多了。我觉得但是现在想起来我们满打满算送满快50次了，我很为自己骄傲，也很为王太骄傲。你看我原先是科技公司汇报给 CEO 的负责全球的 HR， 王太是更大的 multinational 公司的在亚太区的 legal counsel， 但我们不在乎这些东西。当我们决定重新开始做的时候，送货也要从头开始，我觉得它真正的帮助到了我们。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做生意的我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因为这样去做以后我们真实的了解客户要的是什么。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去送，我不可能听到那种故事，有客人告诉我说哎呀，他的家人癌症4期很久都没有完整的吃完一餐，但是我们的东西他不但把菜吃完了，他把饭也吃完了，然后他希望我们包月，我们又战战兢兢的不敢接受下这样的一个承诺，生怕做得不好会对不起他。我们也不可能也会听到一些故事，有人说丈夫要下新加坡，小孩子独自在家教会他们自己去煮，或者很开心的看到
客人，哎呀，他说你看我拿你们的创意搭配这种蔬菜，放上这个香料，你们的调味料，做出新的菜，从不爱做菜变成能够去创造菜。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啊，客户其实对包装、对品质的需求，他们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年纪不在乎多付一些钱，但是就希望要怎么，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心。我们也因为这样的配送，自己设计出了系统，像现在新的网站大家看到，其实它后台有一个类似像 ERP 一样复杂的系统。我比较笨，所以我整整靠自己就是搭建了半年的时间，就它需要时间。我发现我的做事方式虽然变得很慢，我有时候告诉自己一天也就做2-3件事情顶多了。做完以后，我的时间花的也差不多了。到现在呢，我挺为这种方式骄傲的，因为它就跟做菜一样，你就投入时间等待没有什么捷径好走。我要送的客人快到了先要下车拿货。当然更好玩的是通过跟客户的接触，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运输系统对我们做生意的本质、新的 idea 都有启发，也对刚才讲的第一个实在，就是我们到底做什么这个 what 这个问题也有启发。我们和客户的交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中国的餐饮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大马。那这个有可能是好事情，因为他们会带来更多的产品嘛，大家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到，然后呢也会有他们经营的思路，总之也是丰富了大马的餐饮市场。但是你说在这个洪流之下，有没有一些小的细微很多人他其实很担心会不会有，我觉得是有的。我总结起来呢，有4个问题导致大家会担心的。第一呢，很多像湖南菜四川菜以辣的麻辣的火锅这种什么串为主呢，大家的担心是太油太辣。那第3个呢，是大家对中国的所有东西都会有的担心，包括零食，就是科技很火我们不必会讲了，这个肯定大家会有担心了。最后呢，第4个我总结下来，就是对大马本土的属于大马本来的古早味。虽然很多人反感古早味这个说法，但是呢，一个新的东西进来，只要它还没有形成它的规模，形成它的传统，它也没有很好的把自己的定位把自己这些更正向的东西带进来，那么就会对大家本来习以为常的古早味造成一些冲击。再说呢，在新的营销之下，中国很多餐饮呢，习惯了在中国的一些打法，就是对品质追求并不高，但是呢叫高举高打，就很高的投入，很高的营销占比，很正规的，很网红风营销风的这种做法，一下子很多店，一下子装得很美，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就感觉想拍照。但呢主要是照相机去吃饭，年轻人喜欢，而不是说胃吃得爽你产生了更不用讲一些什么情感的记忆啦，或者你惊叹于它的厨艺，它对美食、对火候、对食材发挥的想象把控，就不要想这些了。不过这也是整个的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很多米其林摘星的这个变化也有这样的一个大的 trend， 我是可以理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家对中国餐饮的席卷是担心的那源于中国市场非常大，品味又没有这么高我是觉得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人有可能会反对我就先维持这个说法吧。我觉得好在呢，大家还能够表达担心，我觉得这是好事情表达担心说明大马人讲究实在，讲究真的东西他们主动的会提出这样的顾虑甚至于不一定能够接受。那很多老板他慢慢店开着就倒下来了，就不被接受和欢迎了。那这个是市场的选择，用脚投票是正向的。不然呢我也会有很多担心的。其实我们作为外国人在大马创业，尤其是 SME 的 F&B， 我们会很担心说哇，如果这也蔚然成风的话，一定就没有我们什么事。我们既不专业做这个 food， 我们又不喜欢一样创业我们也要通过科技很活，通过大量的营销网红打卡这样去做。那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呢我们这个不如去创业点其他的好了，就不要参与去玩这一趟浑水了，不要踩进去了嘛那现在看起来还好，
这个就是大马本身的实在，它不说只是保守的，只是一味接纳和退让的，它有它的这个韧性，它会即便经受到了一些冲击，让它恢复到本来的样子，应该的样子，良好和美满的那个样子，就是一种反脆弱的特点。用塔勒布的话说，我们也很欣慰，我们也很appreciate大马的这个实在，我们做生意的一个新的体会啊。同时也由于你看，也是完全由于自己送货，我在体会第三个实在，就是跟大马的顾客作为像朋友一样的交心。你说做食物吧，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尤其是我们本质是电商，是 online 的下单来卖的。可是因为我们自己送货，我们有机会跟客人交心，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会给我们礼物，他们会甚至给我们小孩子红包，他会跟我们有些交流。到了有些人的家，我赞叹一句，我说哇哦，您的家真的好漂亮哦，这个屋子建的。他就说怎么样，要不要进来参观一下？他们会跟我们聊了几句后说，等一下我们万圣节再搞一个 party 啊，能不能到我家一起来聚会？我们有接触过这样的客人，当然更多也有一些什么生意上的合作。他说我有一家餐厅我也有一些这个活动，我们的一个协会要办活动，需要你们的餐点啊，我们公司要搞一些团餐啊，是不是可以找你啊？我当然很乐意了。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是可以参与到他们之中，跟他用心和心去交换。还有一些人跟王太就是一来一去，他们会交流厨艺互相交流美食，变成了朋友。你看，我觉得这也可以归纳为实在就是这种从送货到我们的制作到和顾客心与心的交换。好，和大家分享在大马我们这个不专业人士，但是参与到一开始大家都说，哎呦，大马的 F&B 竞争太激烈啦，你这个一定要去这个不要做 F&B 这是很多人给我们的建议。知道我们要做了以后呢，又有很多人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大马做 F&B 就一定要做清真的，这样的可以打开 70% 马来人的市场我觉得这个路真的是要自己走。我现在就讲一点实在的吧。我觉得做餐饮，我刚发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能找到很多的机会。这个市场大不代表竞争一定是激烈，市场大是很好的。我们做生意就是要去切入一个成熟的庞大的市场的底部，但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方案和创新，我们才有机会。如果你发现什么地方是很新的，哇，都没有人在做，你去做，纵然你有可能会做得很好，你抓住了一个先机，但这是小概率。更大的概率，我觉得大家不做 for a reason 所以你去做就失败了，因为代表这个市场不需要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那第二个看法呢，对于清真大家有可能会注意到，我们的东西基本上都是 no pork no lard， 那你为什么不去拿一个清真的认证直接卖马来人的市场？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向思维，这就是想到说 OK 马来人多，所以我要做，那我就要去做到这个市场。我不是这样看的，我喜欢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就这个路相对比较难你在成熟的地方找到相对难做的事情，把它做下来才会有价值。我看待清真我把它当成是一个群体，确实它就是未来的一个大客户，是吧？那对小公司来说，是否要马上做大客户呢？我的看法是要等条件成熟。比如说我就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比如说你是卖芯片，一家科技公司，哪一天苹果来找你了，说来你给我供货纵然你有这样的幸运苹果会来找你，请问你做还是不做？我觉得如果你没准备好就不要做，不然它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你做不下来，你的供货品质不够稳定早期是赚钱，后面噩梦就慢慢来了。我见过太多直接服务大公司的，等到后来把自己赔得倾家荡产，或者大公司哪天不要你了，你的收入就砍半，你的价值也就没有了。不妨在小的时候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自己的系统，把自己的产品设计锻炼的好一点。那么回到清真这个事情上，如果这个群体称之为是一个大客户的话，我觉得要符合哪些条件呢？做大客户不是 for free 的，它一定也有成本，对吧？你比如说我就知道你要做这个清真的认证，你就要应付它的
拿这个标的一个审核，而且不单单是一次性的审核，他平时还会来抽查。如果你用这种视角来看待做大客户的成本和收益的话，我觉得首先你要有明确的需求，比如说哪天哪个超市说 OK William 我很需要你们的产品，或者哪个大的餐厅一个集团他有这种诉求啊，但是啊你必须要拿到一个清真的认证 OK 我当然会去做，是吧？因为有生意会送上门啊，所以就值得我们去投入。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必要条件，就我刚讲的，我们要具备能够拿到这个清真之后保持它的口味，甚至于有可能会有提升，我们可以应付好因为这个清真对我们的系统、我们的管理、我们为质量所要付出的成本，不要忘记哦，质量也有成本的，叫做质量成本啊，我们都可以做到。又有这个机会 ，Why not？ 我肯定就会去做，我再做一些战略的转型。但是在没有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去做。好啦，可能也真的是班门弄斧啊，我们并不专业啊，但是在这么多都满地都是老板的大马，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外国人从 F&B、SME 从头开始做生意的心得。记住这2个字，实在啊！喜欢的话，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小频道转一转。到最后了，我又忘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广告。我现在在路边呢等一个 Lalamove， 因为有个客人太远了，我们免费啊自己出钱帮他叫 Lalamove。今天是小光头送货的 William Move 的最后一次了，收官之作，一定要把它做得漂亮一点啊！我想说的是呢，请朋友们也不用很担心啊，虽然William Move 会慢慢收缩起来，但是呢，我们把99减9、199减19等等等等，最高减到29的优惠变成了常态化的，你上网站就可以订到。希望大家来我们的新网站，William 花了8年多的时间啊，那么笨的人慢慢做出来的，大家来看一看嘛。我觉得看多了你就一定会喜欢的，所以买不买没关系，一定要来看一看，支持一下，好吧？给我提提意见也好。但如果你已经是我们客人的话，帮我们转发一下你的邀请这个你的朋友会得到8块钱的优惠，你自己会拿到1000积分。好，谢谢大家。